說到福岡美食，大家會想到什麼？明太子、牛腸鍋，嘿，當然少不了豚骨拉麵。濃郁的乳白色豚骨湯底，搭配上極細的直麵，那一口下去的香氣，哦，這才是真正的福岡味。這裡可是豚骨拉麵的發源地，各家拉麵百花齊放，各有特色。今天就讓我們來一場豚骨拉麵路跑吧 ，Go！ 嘿，我芊芊啊，愛記起讚購、起訂閱、起刷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哦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隊芊芊，我現在人正在福岡。講到福岡，你會想到什麼？牛腸鍋、水炊雞，還有什麼？博多拉麵，沒有錯。講到福岡呢，大家都會想到福岡的博多拉麵，因為這邊呢是起源地。然後，身為一個非常熱愛吃豚骨拉麵的人，怎麼可以不來一個豚骨拉麵路跑呢？這整支影片呢都是豚骨拉麵，而且我這次找的豚骨拉麵呢，有一些是台灣蠻受歡迎的，有一些是在日本節目上有排行榜，反正2個合在一起就是這一支影片。我現在非常的期待哦，來，在遠遠的在拍我，拉麵。哎，大家會想要知道豚骨拉麵這個起源嗎？你會想知道嗎？不想是不是？我跟你講，就是因為呢，有一對夫妻，然後有一天呢，老公呢就在煮拉麵嘛，然後不小心就是沒有顧到那個湯頭啊，煮久了之後呢，就發現說，哎，奇怪，煮久之後味道很濃郁，還蠻好喝的，就是它的起源。看芊芊的頻道還可以長知識，多棒！因為我很喜歡博多拉麵，還有一個點是因為這邊的特色是豚骨嘛，再來的話就是細麵。我雖然說喜歡吃二郎拉麵，但很多二郎拉麵都是比較粗的麵體，所以呢，這一次博多拉麵感覺我會非常的整集會非常的興奮，因為我現在就很興奮。首先呢，我們現在已經在第一家這個呢是在那個日本的節目裡面，福岡的排行榜是第6名，它叫麵屋嘎嘎烏拉拉。然後聽說這間呢跟一蘭有點關係，我們就來吃一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。走吧，拉麵啦，好多人。點一個定番，一個餃子，然後跟這包是什麼？看起來超酷的。麵屋嘎嘎呢，它在節目裡面是第6名，然後蠻多人說它這間跟一蘭有點關係的，我還蠻好奇的。不知道為什麼它進來其實有一股濕氣的味道，因為我本身對濕氣比較敏感。喝一口湯，真的有點像辣粉的味道、豚骨的味道、湯頭味道都蠻像的，但是我覺得再濃厚跟再厚實一點。蠻好吃的，我吃一看叉燒，叉燒也是這樣薄薄的一片，叉燒還好，就薄薄的，有點乾，但是就是有肉香味。我來吃看我剛剛點的這個高麗菜飯糰，高麗菜好小，有點像醃菜。然後跟白飯糰，哎，都是日本香菜配飯糰，不難吃，還 OK。剛點的餃是也是小小的那種一口餃，超小的那一種。豬味蠻重的，還不錯哎，外皮至少煎脆，可以點。溫泉蛋，哇，它的蛋很好吃，那蛋是調味比較沒有那麼重的，因為其實蠻多拉麵店的調味，要麼是完全沒有，要麼是調味很重，這個剛好介於中間值，我還蠻喜歡的。最後的叉燒，這間呢我蠻喜歡的，因為它的豬的味道濃度、厚度剛剛好，而且因為我在查資料的時候有說跟一蘭有關係嘛，所以我就忍不住就會稍微比較一下，我覺得厚度再稍微厚一點點，香氣也比較夠，而且它的辣，我自己是點2份辣，我覺得還蠻剛好的，就是有刺激你的味蕾，但是又不會覺得過於的辣。然後我室友點的是1份辣，他也覺得還蠻 OK， 所以我覺得他還來，有興趣可以試試看，我個人是蠻喜歡的。東西我補充一下，要點溫泉蛋的，因為它叉燒比較普通，溫泉蛋好吃。
接下來這間是大炮，大炮呢，我點了它的基本款，上面有一個店長哦，說酥美的，一進來出味就非常重，而且這間有個特色，就是它跟台灣的老滷很像，它就是不斷的加湯，然後絕對不讓它的鍋底煮到乾。來吃看它味道，先喝一口湯，很濃哎，哇，很豬味超濃，而且它的湯頭甚至有一點點濃稠感。我覺得蠻香的，它其實吃起來有點像很濃的那種雞湯感，不知道為什麼。它明明是豚骨，可是吃起來像雞湯，而且它聞起來，店家其實那個豬味撈起來，其實味道還蠻重，可吃起來我覺得還是很透實。我還加一點他們的辣油跟蒜米看看，我覺得豬味重真的還是要來點辣油。而且它裡面有放這個有一點酥脆的那種口感啊，很像碰皮啦。我覺得還是要加辣油。然後它的叉燒啊，雖然也是薄的那一種，可是它其實煮到沒有柴感，就有點給肉的地方有點接近入口即化，然後瘦肉的地方就稍微有點口感，跟你一咬它就散開了，因為它很薄，可是它意外的還不錯。多蛋還是上一點比較好吃。這間你就點叉燒，它上一點就點有蛋的。然後不愧是古巴，到處都有米海子飯，所以我剛剛也點了一點。它飯煮的不好，它的飯很糊。我他應該可以給人家加點那個炸豬肉烘焙，那個丟下去了，哇，那個一咬下去那個炸開的味道，配上那個它的湯汁。這間意外我還蠻喜歡的，因為我看它評價蠻兩極的，可是我很喜歡它的湯頭厚，可是你又不會覺得是很重、很膩口那一種。然後它比上一間的那個豚骨味道，我覺得還要更濃蠻多的。可是我在想，它其實也沒有到清爽，可是我覺得沒有濃到膩。然後它的辣油有一點點麻油感，這讓我想到那個酒鬼的那個辣油，是不是用頭灌的？因為味道有點香。然後餃子哦，就不一定要點，這感覺湯頭裡面有骨頭，煮到你的骨髓裡。它不錯呢，可以，不錯。这间面屋煎糊，我觉得吃起來蠻足感相當的夠，但因為裡面人實在太多，位置又有點小，所以我剛剛在裡面不好意思講。然後整體吃起來我還蠻喜歡的，因為這一間呢也不在他們的那個熱門排行裡面，但是就是台灣蠻多觀眾喜歡吃的。不過它在台灣的人的評價中也是偏兩極化，因為有些人就覺得是觀光客名店，但是其實我剛剛排隊的時候，蠻多在地人也來吃的。然後它主要是吃沾麵為主，麵條的話我也覺得還 OK， 因為本身不太喜歡 Q 到很徹底的麵條，所以它是 Q， 但我覺得又不至於到不好咬的那種程度。它不是純粹的豚骨湯頭，它是還有加魚介。我覺得它有點神奇，是它魚介味其實大於豚骨味，而且味道是濃郁款的。但是因為它裡面有柚子的香味，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是濃郁，然後又有帶一點柚子的清香，我還蠻愛的。豬肉的部分它是切塊狀的，我覺得口感就正常。然後沾麵的那個上面的那一片的那個肉片我也覺得還好，不過就是湯頭我還蠻喜歡的。我跟大家推薦一定要加點它的那個叉燒飯，辣的，因為它裡面還有加蒜酥，然後它的那個醬油味道超香，整體而言覺得不錯。大家有興趣可以來試試看，我覺得排完蠻值得的耶，其實。這一間呢是我精選一定要放進去熱門排隊名店，因為它的 Google 打卡實在太好笑了。它呢在 Tabelog 上面有3.8顆星，然後 Google 的評論呢上面有人說臭到有陰影，而且吃了回家之後一直覺得身邊臭臭的，原來是有一滴卡在嘴角，然後乾掉之後的味道，所以就那個味道整個環繞。我想說到底是多誇張？而且因為我剛吃完大泡拉麵，大家也覺得大泡的豚骨味道也很重，可是我覺得還好。
所以我們今天就來會這個傳說中的一雙究竟有多誇張。然後我現在來的這一間呢是中洲店，剛剛在外面我不是說哪有什麼臭味，大家太誇張了吧？对，因為點餐的時候你一過去那個閘門，撲鼻而來。你覺得香味剛如何？我覺得外面沒有什麼味道，進去很衝擊，是不是有點像台灣臭豆腐？經過就哪裡？而且它油到煮到變成白色的那一種油脂，我很期待耶。身為一個豚骨之王，我來看一下我究竟可不可以承受。耶，你吃完了。我觉得汤是那种浓鲜美那种脂肪味，但是是直接给你一個撞擊的，它沒有一個給你拐彎抹角。熱愛豚骨的人真的可以試試看，而且我覺得你有覺得很臭嗎？其實我覺得還好因為它聞的味道雖然很重，可是它吃的時候其實還好。以我這種豚骨重度愛好者來說，我覺得還可以接受。不過它真的是有點偏鹹，就看大家個人喜歡哪種口味。好臭！我現在嘴巴好臭，不要靠近我。終於吃到了，但我覺得好像沒有 Google 評論這麼誇張因為就是說吃到會有陰影。接下來我們來了這一間呢，它的榜單上是第7名，塔貝洛克是3.5顆星。然後它是1963年，比大炮稍微年輕的10年，但是也是開非常久的豚骨拉麵，人還蠻多的。然後之前我查資料的時候，發現叔叔也有來吃過，那個期待感整個更 up 了。它這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是跟大炮一樣，也是用召回湯汁，就是它湯汁一直煮，然後不會更換的那一種，感覺喝起來應該是濃郁系的。因為我私心很喜歡大炮，所以我不知道這件我的滿意度如何。可以看到菊慶泰跟松浦亞彌的簽名 ，Prince 的米 ，Prince 的米。啊，こちらです。こちら，嗨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哇哦，它其實有點豬臭味。然後我點了這個，裡面有半熟蛋、餛飩，還有它的叉燒。現在喝一口湯，很濃，油脂香超重。但如果跟大炮比起來，我比較喜歡大炮。博多的細麵我真的是蠻喜歡，可是它這個油脂相對我來說沒有無香氣，是臭味。來試看這個餃子，真餃子，那是瘦餛飩，還好，但我覺得蠻有趣的。我來試試看炒飯，因為大家說它的本體是薄飯，所以我想說來試試看。哇，它的香很炸它炒飯有鍋氣，很香，整個米飯一樣也是很軟。我覺得它的炒飯有比星星好吃。因為星星的炒飯，我覺得吃了3次，有時候香，有时候不香。然後它這個是真的很香，而且它有那個飯是炒到有鑊氣的，所以白飯的那個鑊氣之外，那個飯的鑊氣也會一起出來，就有點像台式炒飯。就真的只差飯的那個口感脆脆不夠 Q， 有點軟。吃完了。其實我覺得整體而言，大家如果想要來試，可以試看它的炒飯。然後我覺得它比較適合像喝酒聊天的地方，因為其實現場蠻多人是有點喝醉的那種中台子。吃完這間達摩了，身為一個豚骨愛好者的話，我覺得我對於豚骨算是那個敏感度比較沒有那麼高，就是大家都會說那個豚骨的那個臭味，我自己覺得還好，我都覺得那是香的。可這間的豚骨對我來說味道稍微有一點點，就是不是我喜歡的類型。可是它炒飯真的很香，有鑊氣，我覺得大家來可以試試看。現在呢，我們的豚骨拉麵路跑。還是要路跑嗎？要來到節目票選的第1名，特別挑了一個比較晚的時間來吃，因為呢它非常的排。這一次算第2次吃了，因為我昨天有去吃，然後12點的時候有小排了一下，我朋友就跟我說，他覺得最好吃的時段是1點多，所以現在是凌晨1點多，我要來去吃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吃豚骨吃太胖了，我的痘痘長出來了。平常吃炸雞還不太會，結果吃豚骨，哎呦！好
我剛剛發現說，哇，今天月亮好圓哦，好大哦。結果呢，不是，只是它的一個建築物上面的一個裝飾。太像月亮了吧？我剛剛很認真的想說要拍它，一切只是個誤會，可惡。我的第一名星星拉麵就是前面的藍色扛棒，然後他排隊的地方是在對面，有人坐着在等。哦呦，所以這時間也是要排隊耶。裡面還是客滿的喲。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。はい。ご協力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家が1名様2名様です。我们接下来終於進到這一間節目票選的第1名星星拉麵，它現在1點的時候人還超級多，而且它其實有點像居酒屋，有拉麵有餃子，然後還有各種酒，所以裡面其實還蠻熱鬧的，而且上面超級多簽名的。然後我點了它的豚骨拉麵純情，它為什麼叫純情？是因為它號稱男女老少都可以把湯喝一飲而盡，全部都喝光，完全沒有負擔。然後我又點了一個網上蠻多人推薦的強棒麵。雖然這一次是豚骨拉麵路跑，但是都來了，強棒麵還是得點吧。餃子跟炒飯也很多人推薦，還是得點吧。先來吃它的那個豚骨，我先喝一口它。它的調配的話就是有蛋，然後木耳、叉燒跟很大量的蔥，然後麵是細麵。哇，要去豚骨，然後有加雞骨下去熬，它的豚骨非常的濃，可是後面的尾巴的味道是那種很清爽的感覺，真的油脂香很夠。叉燒的薄度我覺得也是薄，但是沒有那麼的薄，有一點口感，但蠻香的。我覺得一定要加一下它的辣油，辣油感覺是自己炒的，因為它是另外自己裝一碗。哦，這種豚骨味再加辣油，就是很香，味道整個更有層次了。原本就已經很好吃了，難怪叫純情，加了辣油之後更不得了。它跟大炮那種很重，然後沒有豬膻味的又有點不太一樣，那個尾韻的清爽感有差。我要趁着麵泡爛之前，湯先等等。我先吃強棒麵，強棒麵其實跟台灣的什錦麵很像，它就是很大量的蔬菜，感覺是炒過，有豬肉，然後魚板。強棒麵也很好吃哎，它的上面的蔬菜炒過是有香氣的，那麵條其實是有點像台灣的那種黃麵、粗麵的那種感覺，可是它咬起來的口感沒有鹼味，然後也不會不好咬，Q 度剛剛好，還好有點長棒麵呢。這也算是豚骨的範疇，因為它的底也是豚骨，還在硬凹，這也是大家來說必點的，有種黃金蛋炒飯的感覺。我覺得少了一點鍋氣耶。就是我覺得它炒飯不錯，然後口感咬起來是越咬越香，那種蛋的香味跟那種胡椒的那種鹹味都剛剛好，就是稍微少了一點點鍋氣的味道，但我覺得可以點，而且它的飯沒有濕軟，因為我發現這2天在日本點的白飯呢，我都覺得那個口感跟我以往吃有點不太一樣，就是我覺得都稍微有點糊糊的，沒有粒粒分明，可是這個飯是蠻粒粒分明的，哦，乾乾淨淨。別人都是來吃拉麵當最後一攤，因為日本人喝酒拉麵是最後一攤，然後他們就會點很多酒跟配一碗拉麵吃。我是桌上都是食物。吃完票選第1名的星星的，我真的是蠻喜歡，因為這是我第2次吃它。你看我現在吃完，現在1點多了，旁邊還是排很多人。我跟大家強推來，一定要點星星拉麵。它的基本款的那個純情湯頭真的很好喝，因為我自己是那種超級豚骨控，但是它的豚骨比較不一樣，是因為它有加雞骨，所以它其實濃郁之餘呢，尾韻其實帶一點清爽感，越喝越爽脆。來的話一定也要點一下他們強棒麵，而且它連魷魚的那個口感都剛好，不會到太硬，吃起來的味道很重，可是就是爽度很高，我覺得蠻適合，就是點這2碗麵，然後再配上酒。推，然後炒飯我覺得有點可惜，因為我昨天來吃的時候，我覺得炒飯還不錯，鍋氣很香。不過今天就稍微弱一點，所以這有點看運氣。但我覺得大家來還是可以試試看。吃完了我們這次福岡豚骨拉麵巡禮，我自己這樣子整體吃下來呢，覺得如果你本身是豚骨是吃比較沒有那麼重口味的話，我其實會蠻推薦大家吃麵屋嘎嘎跟那個星星的這2間，其實我都蠻喜歡的。老實說，麵屋嘎嘎它其實跟一蘭有一點點像，然後如果你本身是可以接受一蘭的那個口味的重度的話，你真的可以去試試看它。再來的話就是它的半熟蛋真的非常好吃。然後我私心如果以豚骨拉麵吃比較重口味來說，就吃那麼多間含1雙全部加起來的話，我個人
是會比較喜歡大炮。大炮的味道是完全是我喜歡的，而且它连它的辣油都好好吃哦。反正我觉得大家有興趣去吃大炮，就是我有跟我朋友分享大炮拉麵，然後我朋友來吃過，他說你不覺得大炮一進去就有股豬臭味嗎？我就覺得還好，對我來說是香的。所以如果你本身非常熱愛吃豚骨拉麵的人，大家可以去試試看大炮，因為大炮就完全長在我的喜好上面。其他間的話，我覺得如果大家想要吃沾麵類型，就可以吃面糊煎糊，因為面糊煎糊其實也是蠻熱門，而且它面條其實非常好吃。剛好这幾間的那個豚骨拉麵都是有點不太一樣的 style， 然後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。有沒有人也是愛豚骨的人？嘿，我自己吃豚骨拉麵路跑是心情蠻好的，下次來再吃。請容許我再補上一句，因為呢，我今天吃的這幾天都是非常熱門的那個福岡豚骨拉麵，但是呢，福岡其實還有超多間，如果大家有吃過非常喜歡的話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推薦我。然後我個人是喜歡大炮拉麵那種形式的豚骨拉麵，歡迎推薦我啊！但面糊嘎嘎跟那個一星星也是我喜歡的 style，耶。